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帝国的滑铁卢。唐朝时期曾经远征南诏，结果6万大军全军覆没。北宋吸取唐朝的教训，和大理划江而治，相安无事。到了明朝时期，又再次对云南的陆川土司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。这场战争取得了空前的胜利，对明朝来说却不是一件好事。陆川在元朝时名义上接受元朝的册封，实际上是独立王国，并利用元朝的软弱不断扩张领地。当明军入滇后，陆川也没有任何收敛，并不怕与新生的明朝抗衡。在定边之战前，陆川已经和明王朝进行了3次战役，2胜1负。除了磨沙勒寨之战的小败之外，永昌和景东之战都取得了胜利。洪武21年，朱元璋发下命令，准备发兵20万，一举荡平陆川。陆川是否对激怒朱元璋到这个程度有所觉悟呢？他们想过如何应对明王朝的天威吗？陆川中枢无疑是考量过的。从陆川的侵略节奏来看，他们的扩张非常有规律。得知明军正在大规模集结之后，陆川国主司伦发点起号称30万的大军进攻定边城。如果陆川真的得以在明军大举进入云南之前全据红河天险，建立稳固防御，那么明王朝集结再多兵力，也会因为地理、后勤等原因无法施为。当时明王朝在云南的兵力极为稀薄，但云南的军事最高负责人穆英仍然意识到定边不可不救。但如果他惨败，甚至被陆川擒杀，明王朝在云南的军事力量就会彻底崩溃，这也正是司伦发希望的。因此，穆英以少量兵力与司伦发决战，无疑是极大的军事冒险。司伦发是陆川开国雄主司汉法的孙子，其在陆川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胜出，杀死前任国主司瓦发而继位，并曾在景东之战中击败明军。此时陆川也正处于上升期，堪称明王朝的劲敌。陆川的兵力按明实录所说是大军30万，战象100余头，而明朝这边仅有3万人。同年3月，明军抵达定边，此时陆川军队正在围城，他们修筑了坚固的土木工事，建造大量工程武器工程，并城池摇摇欲坠。穆英见陆川军营地坚固，没有仓促发动进攻，而是在陆川军营对面设立营寨工事与其对峙。随后，明军300名铁骑出营挑战，陆川军派出步兵数千人，战象30余头出战。陆川的领军将领乘坐战象直冲明军阵列，云南前卫指挥张殷率领前锋骑兵50余人直冲对方战象。张殷发奇弓射中敌将乘坐的战象左膝，战象受伤扑倒后，陆川将领被甩落，之后被明军骑兵射杀。明军300名骑兵趁势全军突击敌阵，陆川军抵挡不住，彻底崩溃，逃回营寨。此战明军告捷，斩首数百级，大大打击陆川士气。然而这一战歼敌有限，并没能打破定边府的围困。之后穆英召开军事会议，他认为这次陆川攻打定边是有备而来，兵马众多，声势浩大，而定边被围攻，已经快支撑不住。如果不能速战速决，拖下去此消彼长，定边很可能失守，那时候局势将不堪设想。于是众将一致同意，发下战书，次日与陆川军作总决战。虽然陆川兵项众多，而明军凭借火铳和骑兵装备的优势，对装备落后的陆川军形成降维打击，用火铳使战象受惊，全部掉头回奔。陆川军庞大的阵势遭到战象冲击，中军飞速向内塌陷。穆王爷高坐于定边府外，指画如神，明军大获全胜，斩首3万余级，俘虏1万余人，还捉获了37头战象。陆川战象几乎损失殆尽，士兵死者不知凡几，死尸枕藉。定边之战粉碎了陆川的霸权，司伦发不得不向明朝赔款乞降。当后来他被臣子篡夺王位时，甚至需要大明发兵救助，以维持西南的平衡局势，而明朝也借机进一步拆分陆川，将其越发削弱。定边之战无疑是大明在西南最为光辉的一战。然而从更长的时间角度讲，这一战给大明王朝带来的影响未必全是光明的。永乐年间，明朝在云南和东南亚的势力达到了顶峰，永乐皇帝朱棣增册了3个宣慰司，对陆川实行分解政策，陆川土司的势力被极大的削弱了。
然而从永乐末期开始，明朝的财政已经亏空，边疆地区开始出现了收缩的局面。在北方，永乐帝放弃了漠南大片土地；在西南，缅甸的底乌腊、大古次、迪玛撒已经不再向明朝朝贡。于是陆川又预谋兼并周边土司，恢复斯伦法时期的版图。到了仁宣年间，明朝的政策进一步收缩，努尔干都司、交趾被放弃。针对陆川的扩张，明朝选择安抚或者视而不见。1422年，陆川司任法进犯南甸州，接着主动向明朝谢罪，明朝听之任之。1436年，司任法进攻木邦、南甸、腾冲、云南震动，前国公穆英之子穆圣请兵讨伐，明宣宗也只是下诏要求司任发归还侵占的土地和人口，并且免除了陆川土司所欠差银2500两，以示宽慰。明英宗时期，明朝朝政由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掌管，史称内阁三杨。三杨在内政外交上都坚持仁宣年间的政策。当时明朝的经济通过休养生息得到了恢复，但是边防问题已经越发严重了。在北方，瓦剌崛起，统一了漠北各部，向东进攻女真、朵颜等部，向西进攻关西诸卫，求大元一统天下。此时的明朝只能集中精力对付北方的瓦剌，毕竟瓦剌威胁到了明朝的存在，而陆川只是威胁到了明朝在西南的势力范围，对明朝本身并没有实质上的威胁。因此，明朝对陆川选择姑息之策也是无奈之举。1438年到1439年间，由于陆川不断进攻滇西，明朝已经对陆川发动了2次反击。不过，当时的政策仅仅是将陆川势力赶出怒江以东罢了。1438年，明朝军队在云南滞留月余，不敢进攻，导致第一次出征失败。1439年，明朝再次出兵，这一次成功击退了陆川，保住了怒江以东。当时的明朝只要守住怒江一线，西南一带的问题就不大。不过1440年后，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。1440年，杨荣去世，宦官王振开始掌握大权。随后的几年，太皇太后张氏、杨士奇、杨溥先后去世，再也没有人能够限制王振，于是明朝进入了宦官专权时代。王振急于推翻三杨的政策，提高自己的威望和地位，于是对陆川采取了强硬的政策。1441年，王振宣布废除陆川宣慰司，派遣定西伯蒋贵为征南将军，兵部尚书王继提督军务，调遣四川、贵州、湖广3省共15万军队，发动了陆川之战。此次出兵，明朝用去了半个天下的赋税，用兵1年，但是没有得到什么结果。1442年，王振再次派遣蒋贵、王继征陆川。这一次，明朝军队深入高黎贡山，击溃了陆川，司人发逃入缅甸，被缅甸所擒，4年后献给了明军。此战后，明朝在陆川设置了陇川宣抚司。不过，陆川的势力并未完全被消灭。司人发子司机发遣使入贡谢罪，表示愿意和平谈判。而王振不想上罢甘休，他力主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必须要赶尽杀绝。1448年，王振派遣王继等带领13万军队再次南征陆川。此战，明军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，再次攻入了陆川，司机发下落不明。可明军刚一撤退，陆川人就拥司人发子思路为乱。王继等考虑到大军连年征战，急需休养生息，于是和思路停战，在金沙江伊洛瓦底江立誓，石烂江枯，而乃得度。就这样，三征陆川的战争才结束了。陆川之战是明朝前期在西南地区发动的最远的一次战争，战争前后持续了9年。陆川连年用兵，死者17、8，却未能消灭陆川，使得明朝的威望一落千丈。为了发动这场战争，明朝不顾江南水旱灾难频发，民生凋敝，调动了南方多个省的兵力，导致仁宣年间积累的财富被挥霍一空。三征陆川不仅消耗了明朝的人力物力，还导致南方的矛盾更激化了。于是浙江、福建爆发了起义，明朝只能调集北方的军队来镇压，使得北方的防御变得更加虚弱。当年秋天，三征陆川胜利的钟声还在回响，明王朝在北方的真正敌人也先就率领瓦剌军队进犯大同，
王振携明英宗朱祁镇亲自出战，最终酿成了土木堡的惨剧。因此说三征陆川是土木堡之变的根源，并不为过。陆川王国经过此次打击，从此一蹶不振。但是明朝并未从中得利，反而是缅甸获利。不久，缅甸东域王朝崛起，该王朝一路北上，吞并了大量的土司，导致明朝三宣六卫的解体，而陆川也最终被缅甸吞并。三宣六卫的解体，主要原因是陆川解体后，滇缅一带缺乏抵抗缅甸北上的强势力量，因此这场战争可以说是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